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反直觉，但却是宇宙中最真实的法则之一。你越是从他人的能量中分离，人们反而就越会将他们的能量依附于你。这听起来是不是完全违反了你过去所学到的一切？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建立连结，要主动，要争取，但这句话却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的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你不再拼命地向外寻求关注、寻求认可、寻求爱，而是全然的、安稳地住进你自己的身体里，你就进入了一种我称之为磁性框架的状态。你不再是一个需要靠外界充电的插头，你本身就成了一个散发着引力的能量场。这个看似矛盾的真理，并不是我从哪本书上看来的，而是在我过去打造自己事业、摔了无数次跤之后，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血泪教训。你好，我是爱妃。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能彻底扭转你人生磁场的秘密，一个关于放手的真正奥义。你是否常常感觉自己的生活卡住了？无论是在关系里，在事业上，还是在追求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你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却总觉得像在逆水行舟。你越是用力，那股阻力就越大。你想要的那个理想伴侣，你越是讨好他，对他好，他反而离你越远。你渴望的那个升迁机会，你越是表现得志在必得，小心翼翼地处理所有事，最后却总是事与愿违。你越是想让自己快乐起来，拼命看书上课，反而越是焦虑。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如果是，那我要告诉你，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在不自觉地做着和那个磁性法则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不断地将自己的能量像烟花一样向外散发出去，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他会怎么想我，我这么做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必须得到那个东西，生活才能继续。我们试图用我们小小的头脑去控制生活的每一个面向，去抓住每一个我们想要的人事物，去赢得每一份我们渴望得到的认可。而这种无时无刻的执着，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控制。而在能量的世界里，控制就等于注入抗拒。你越想要，宇宙就越明确地接收到一个讯号，你没有，于是你就被牢牢地钉在了没有的现实里，不断地推开你最想要的一切。那么我们要如何打破这个循环？答案就藏在放手这2个字里。但什么是真正的放手？这并不是要你变得冷漠或不在乎，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智慧。让我们先来深入地拆解一下执着的能量物理学。执着，它的底层信念是什么？它是一种我必须透过我的思考、我的担忧、我的控制，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信念。你觉得如果你不想了、不担心了、不使劲了，那件事就肯定不会发生。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能量的层面上，当你发出一个强烈的想要的讯号时，你其实是在对着宇宙大喊：我没有，我没有，我好匮乏。匮乏的能量只会吸引来更多匮乏的证据。所以今天我想送给你一句话，一句咒语，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贴在你的电脑上，设成你的手机桌面。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让它成为你内心不断播放的背景音乐。这句话就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是好的。英文是 I'm good either way。你喜欢我或不喜欢我，我都是好的。这份工作我得到了或没得到，我都是好的。这段关系继续下去或就此结束，我都是好的。这句话的魔力在哪里？
它把你从那个非黑即白的、充满了情绪张力的执着状态里瞬间抽离出来，带到一个充满了可能性与平静的中性空间。力量永远不在两极，而在那个中性的、包含一切的中心点。这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能量动力学。著名的灵性导师大卫·霍金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放手》中就提到过一个核心观点：当我们对他人抱有期望时，无论这个期望是好是坏，都会在能量层面上对对方产生一种内在的压力。而人类的天性就是会潜意识地去抵抗这种压力，这股能量抗拒到底有多强大？我想请你做一个想象一个炎热的夏日，你正站在一个清澈的游泳池里，水深及胸，阳光温暖地洒在你的肩上。现在你手里拿着一颗色彩鲜艳的沙滩球，你的任务是把这颗充满空气的球完全压到水面以下。你开始用力，用你的双手，甚至整个上半身的重量把球往下压。一开始还算轻松，但你越往下压，水的浮力就越大，一股强劲的力量从你的手掌心反抗回来。你的手臂开始颤抖，肌肉紧绷，你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才能勉强把球按在水下。你的整个心神都集中在这场对抗之中，你看不见周围嬉笑的人群，听不见夏日的蝉鸣，你的世界里只剩下你和这颗顽固的球之间的角力。这就是执着和控制的能量状态。现在想象一下，当你终于精疲力尽，或者哪怕只是稍微一分神，松开了手，会发生什么？砰！那颗沙滩球会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猛地冲出水面，高高地弹向空中，然后落回水面，自在地漂浮着。那股你之前用来压制它的所有力量，都以反作用力的形式一次性地爆发了出来。你往下压得越用力，它反弹的就越高。你越是想控制，那股抗拒就越是强大。你想要的那个人、那份工作、那种状态，就像是那颗沙滩球，你越是执着地想抓住它、控制它，它就越是会用一股看不见的能量把你推开。而放手就是松开你那双用力的手，允许那颗球自然地浮在水面上，它就在那里，你也在这里，你们在同一个泳池里，但彼此之间没有了那股紧张的对抗的张力。这就是我好或不好都没关系的真正力量，它不是放弃，而是停止对抗。让我们把这个心法放进真实的生活场景里，看看它会如何运作。想象一下，我的朋友林，他即将要去参加他梦寐以求的一家公司的面试。这家公司是他行业里的顶尖，这个职位是他多年来的目标。在第一个平行宇宙里，林抱持着执着的心态。面试前1个礼拜，他就开始失眠，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预言着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他把面试官的领英个人资料翻了个底朝天，试图找出对方的喜好，想在面试时能投其所好。走进面试室的那一刻，他的心跳快得像要冲出喉咙，他脸上挂着僵硬的练习了无数次的微笑。他坐得笔直，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放在膝盖上。他的能量在大喊：选我，请你一定要选我，我需要这份工作来证明我自己。面试官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像在参加一场考试，拼命地搜寻脑中那个最完美的答案。他太想答对了，以至于他根本没有真正听见问题背后的问题。整个对话不像是一次交流，更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盘问。面试官能感觉到他那股强烈的需求感和紧张，
那股能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会让人下意识地想后退。尽管林的履历很完美，但面试官在结束后心里却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他很优秀，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现在让我们来到第二个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林在面试前花了10分钟的时间静心，然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说了好几遍，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是好的。得到这个工作很好，我会很开心。得不到也很好，那代表有更适合我的机会在等着我。我的价值不取决于这一次面试的结果。他带着这份中性的能量走进了面试室，他依然做了充足的准备，但他的心态从我来这里是为了被你检验和挑选，转变成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和你进行一次平等的交流，看看我们彼此是否是对方正在寻找的伙伴。他坐下的姿态是放松而自信的，他脸上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他的能量在说，这是我所拥有的价值和经验。我很想了解你以及这家公司，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一起创造出什么样的火花。当面试官提问时，他专注地倾听，像在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分享自己的成功经历时充满热情，提到过去的挑战时也毫不避讳，展现出自己的反思和学习能力。他甚至在最后向面试官提出了一些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充满洞察力的问题。在这场互动里，没有索取，只有交流和交流。林不再是一个焦虑的求职者，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自信的专业人士。他那份我好或不好都没关系的底气，让他散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磁性。面试官感觉自己不是在面试一个下属，而是在遇见一个未来的得力伙伴。你看到了吗？同样一个人，同样的履历，仅仅因为内在能量状态的转变，就创造出了截然不同的现实。在约会的场景里，这个法则同样适用。你带着我今晚一定要让他喜欢上我的执着去赴约，你就会开始审查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担心自己是不是不够风趣，不够聪明。你的不自然，对方完全能感觉到。你的能量在索取，而不是在分享。但如果你带着我好或不好都没关系的心态，你的目标就变成了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一顿美好的晚餐，认识一个有趣的新朋友，并且也让他有机会认识真实的我。你会放松下来，你会好奇地提问，你会真诚地分享你的笑话，哪怕它有点冷。你会因为你本来的样子而闪闪发光，而这份真实与松弛，恰恰是吸引力最核心的来源。所以这个心法并不是教你消极或躺平，它是一种极其积极的内在的重新校准。它是把你的幸福和自我价值的决定权从那个不确定的外在的结果手上拿回来你自己的手里。但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喜爱呢？这种深入骨髓的对外部验证的渴求究竟是从何而来的？让我们再往更深的地方看一看。这一切几乎无一例外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童年。想象一个小小的你，4岁、5岁或者6岁，在你的世界里，谁是权威？是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他们是你的天、你的地，是决定你对错好坏的最高法官。
他们的一个微笑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他们一句无心的责备可以让你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在那个阶段，我们将自己对于我是谁、我是否够好、我是否值得被爱的全部定义权，都投射在了这些外在的权威身上。爸爸妈妈，你看我画的画，我棒不棒？老师，我这次考了100分，我是个好学生吗？我们渴望从他们的眼中得到那份认可，那份证明。这是非常自然的，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但问题在于，如果在这段关键的时期，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健康的、无条件的认可，如果我们的父母本身也很匮乏，他们只能给我们有条件的爱，你考100分，妈妈才爱你。如果我们的老师习惯用批评和比较来进行教育，那么那个渴望被权威认可却从未被满足的内在小孩就会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于是我们长大了，我们30岁、40岁，我们在事业上独当一面，我们在生活里游刃有余，但在我们内心深处，那个小小的孩子依然在用同样的模式运作着，只是他投射的对象从父母和老师变成了我们的伴侣、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朋友，甚至是社群媒体上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我们潜意识里依然在不断地问着同样的问题：亲爱的，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够好了吗？你现在可以爱我了吗？老板，你看我加了这么多班，完成了这么多 KPI， 我够有价值了吗？你现在可以提拔我了吗？朋友们，你们看我分享的生活多么光鲜亮丽，我够成功了吗？你们现在可以羡慕我了吗？我们把人生的遥控器交到了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手上，恳求他们按下那个认可的按钮，好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好的，是值得的。这就是执着的深层心理根源，它是一个未被疗愈的童年的伤口。而当你带着这样一个内在的空洞去与人互动时，你就成了一个能量的索取者。没有人喜欢被索取，这会耗尽他们，所以人们会本能地远离你，这就形成了一个悲伤的循环。你越是需要，越是索取，就越是被推开，越是被推开，你就越是感觉自己不够好，于是就越是需要去索取，你就这样卡住了。所以你现在明白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做的不够多、不够好，而在于你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真正让你从这个痛苦的循环中解脱出来，真正让你变得光芒万丈、充满磁性的终极方法，不是去外面得到更多的认可，而是把力量收回来，成为你自己的权威。你要成为你自己的太阳，不再做一颗围绕着别人旋转、祈求光和热的星星。你要怎么做？答案就是有意识地去选择你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为你的价值观而活。让我们做一个练习。过去在那个童年的旧模式里，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很可能是寻求他人认可。在这个价值体系下，你的所有行为准则都是：我要做能让别人喜欢我的事，我要避免做可能让别人讨厌我的事。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有意识地用一个全新的赋予你力量的价值来取代这个旧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可以是什么？比如它可以是活出脆弱与真实。当你的核心价值从寻求认可转变为活出真实时，会发生什么？在一个会议上，你不同意老板的观点，旧的你会因为害怕冲突、害怕不被喜欢而保持沉默，但新的你会选择活出真实，你会用尊重但坚定的方式表达出你的看法。
因为在此刻，真实的表达自己比被老板喜欢对你来说更重要。在一段关系里，伴侣做了让你很不舒服的事，旧的你可能会因为害怕对方离开而忍气吞声，但新的你会选择活出真实，你会温柔地画出你的界限，告诉对方你的感受。因为在此刻，尊重自己的感受比维持表面的和平对你来说更重要。当你一次一次地选择为你的新价值而活，你就等于在一次一次地对着你的内在小孩说：嘿，宝贝，没关系的，就算他们不喜欢我们，就算他们不同意我们也很好，因为有我在这里，我看见你，我认可你，我为你的真实和勇敢感到骄傲。每一次这样的选择都是一次赋权，你都在把那个投射在外界的权威一点一点地收回到自己的内心。你不再需要把你的伴侣、你的老板、你的朋友当作你的神，跪在他们面前，请求他们告诉你，你够好了，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神，你亲自为自己加冕。当你真正做到这一点，当你的自我价值感是稳稳地建立在我是否忠于了我自己之上，而不是别人是否喜欢我之上时，你就自由了。而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存在。现在，我想邀请你，如果可以的话，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或者你也可以只是将目光垂落，做几个深长的呼吸。吸气，感受空气进入你的身体；吐气，释放掉所有的紧绷。我想请你在你的内心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个你一直以来不自觉地继承来的旧价值，一个让你感到沉重，让你无法自由做自己的信念。它可能是我必须是完美的，不可以犯错；它可能是我必须照顾好每个人的情绪，不能让任何人失望；它可能是我必须坚强，不能轻易展示我的脆弱；它可能是我必须做出成绩，才能证明我的价值。不用评判，只是温柔地看见它，看见这个信念在过去的岁月里是如何像一个忠诚的卫兵一样，试图保护你，即使他的方式让你很累。现在，我想请你有意识地为自己选择一个新价值，一个能让你感觉到扩展、轻盈和力量的价值。如果你的旧价值是必须完美，你的新价值可不可以是我拥抱过程中的不完美，每一次尝试都是学习？如果你的旧价值是不能让任何人失望，你的新价值可不可以是我优先尊重与照顾我自己的感受与需求？如果你的旧价值是必须坚强，你的新价值可不可以是我允许自己示弱，脆弱是连结的桥梁？如果你的旧价值是需要证明自己，你的新价值可不可以是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无需证明？在你的心里，想象你轻轻地把那个沉重的写着旧价值的石头放回它原来的地方，然后你拾起一颗散发着温暖光芒的写着新价值的宝石，将它放进你的心口，感受一下这个转变在你的身体里带来了什么样的感觉？是更轻盈了，还是更踏实了？这就是成为自己权威的第一步。这是一个需要持续练习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在重塑你的神经回路，都在改写你的人生剧本。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创业的初期，我曾经面临过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当时市场上流行的是一种非常快速、商业化的产品风格，几乎我身边所有的前辈和朋友都建议我跟上潮流。他们说：“爱妃，这才是赚钱的方式，别那么固执。”
我的旧价值系统，那个渴望被行业前辈认可的小孩，在我脑中大声尖叫：听他们的，他们是对的。如果你不听，你就会失败，会被所有人嘲笑。那一段时间，我焦虑到整夜睡不着。我感觉自己被撕裂了。一方面是通往安全、被认可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是一条充满未知，但我内心深处知道那才是我真正想走的，充满了匠心与美的崎岖小路。在一个深夜，我终于受不了这种内在的战争。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的人生只剩下最后1年，我会选择做哪一样东西？答案在一瞬间清晰地无以复加。在那一刻，我为自己选择了新的价值，忠于我的审美与灵魂的真实，远比市场的认可更重要。我做出了那个不被所有人看好的决定。过程非常艰难，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外部支持。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不再向外寻求，而是全心一意地把我对美的理解、对品质的坚持灌注到我的作品里时，我的作品开始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无法被复制的灵魂。然后那些真正懂得欣赏这种灵魂的客户开始一个一个的出现。他们不是被我的广告吸引，而是被我的作品本身那份真实的能量所吸引。我的事业没有像大家预演的那样失败，反而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更稳固、更具意义的方式绽放开来。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成为自己权威的力量。那份从内心升起的笃定和喜悦，是任何外在的赞美都无法比拟的。这让你想到什么？你为自己选择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在评论区分享一个你最重视的价值吧。说到这些顿悟的瞬间，真的很有趣。它们往往不是发生在你正襟危坐、苦思冥想的时候，而是在一些完全不相关的放松的时刻，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你。我永远记得，好多年前，我有一段时间练习高温瑜伽。你知道的，那种在一个像烤箱一样的房间里，做着各种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我当时的心态就非常执着，我总是想着，我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做到最标准，一定要比上次坚持得更久。结果呢，我越是这么想，我的身体就越是僵硬，呼吸越是急促，汗水流进眼睛里，我感觉自己随时都要昏倒了。直到有一次，在一堂课上，那位印度老师用他浓重的口音，淡淡地说了一句 ：“Eyes that wonder is a mind that wonders。”眼神游移，心神就游移。轰！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我瞬间就明白了，这跟我多年前靠烛光冥想治愈失眠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让自己睡着，比如数羊、放松练习，但都是试图控制我的大脑，不要思考。结果当然是越想控制，思绪就越是像脱缰的野马。直到我看到一个方法，是点一根蜡烛，然后只是观察那个烛火，不带任何评断，不去试图改变什么，只是看着它。当有念头飘过来，就温柔地再把注意力拉回到烛火上。我发现，当我从对抗思绪转变为观察思绪时，我的心竟然就这样安静了下来。A mind that wonders。当我的眼神不再试图去控制什么，只是安住在一点时，我的心神也随之安住了。在那个炙热的瑜伽教室里，我因为这句简单的话，对放手和观察的理解又深了一层。我当时真的有一股冲动，想立刻从垫子上跳起来，冲出教室，把这个领悟记下来。当然啦，我没有这么做。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多滑稽吗？一个全身湿透的人像个疯子一样大喊着我悟了，然后冲出门去。但我从那天起改变了我在瑜伽课上的心态，我不再强迫自己，而学会了观察我的身体。今天我的身体感觉有点紧，那我就做到80%。今天我的呼吸很顺畅，那我也许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我开始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执着于那个结果。然后奇妙的是，很多我以前做不到的动作，就在我不经意间做到了。这个法则也完美地印证在我过去的一段销售经历上。很久以前，我曾在一家高级百货公司里卖女鞋。那份工作是有业绩压力的。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那些我 desperately 需要一笔交易的日子，比如月底差一点点就完成目标，或者那天早上跟家人吵了架，心情很糟，急需一份成交来证明自己。那些日子，我的业绩几乎无一例外都非常惨淡。客人们就像能闻到我身上那股索取的能量一样，我越是热情的介绍，越是卖力的推销，他们的眼神就越是游离，脚步就越是想往门外挪。他们能感觉到我的关心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带着一个钩子，钩子上写着买单。而相反，那些我最不在乎业绩的日子，比如我刚发了奖金，心情特别好，或者那天我只是纯粹的想跟不同的人聊聊天，享受搭配鞋子的乐趣，那些日子我的业绩反而总是出奇的好。我会真诚地赞美一位女士的裙子和我的鞋子有多搭，即使她最后不买，我也很开心。我会花半个小时帮一位脚型特殊的客人找到那双唯一能让他舒服行走的鞋，即使那双鞋是所有鞋子里最便宜的。我甚至会建议客人，如果他真的犹豫不决，不如回家考虑一下，不要冲动消费。我放下了那个必须成妖的执着，取而代之的是享受真诚连结的乐趣。我不再是一个销售员，我成了一个分享美的顾问。而客人们完全能感觉到这份不同，他们放下了防备，他们信任我，他们感觉自己是被关心，而不是被推销。于是他们不仅买了，还常常会带着朋友再来。我的业绩就在这种无为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地绽放了。从高温瑜伽到卖鞋子，生活总是在用各种意不想到的方式反复地教导我同一个真理：放手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一切的开始。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一切的核心，放手不是冷漠，也不是放弃，放手是一种深刻的信任。信任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很好。信任就算你失去了你最想要的东西，你依然是完整的、有价值的。信任宇宙的智慧远远大于你头脑的计算与控制。这份安住在中性空间里的能量，这份我好或不好都没关系的底气，就是你身上最强大的磁场，就是你吸引力的真正来源。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更宏大的世界观，一个可能会让你脑洞大开的科学事实。科学家们估计，在我们的周围，每1秒钟都存在着大约11000万到15000万位元 bits 的资讯。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周遭所有的颜色、声音、气味、温度、电磁波，所有的一切客观存在。但是我们的大脑和感官系统在同1秒内最多只能处理其中的50到100位元。从11000万到50，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过滤比例。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是什么决定了你能从那上千万的资讯中为你筛选出那极其微小的50位元呢？
答案就是你的能量状态、你的信念系统、你的现实滤镜。当你处于匮乏、执着和想要的能量状态时，你的这副现实滤镜就会自动的、精准的从那11000万位元的资讯中为你筛选出所有能证明你还没拥有的证据。你打开社群媒体，看到的就是别人秀恩爱的照片，证明你还单身。你走在街上，看到的就是别人的成功与光鲜，证明你还不够好。你的老板跟你说话，你听到的就是那句批评，证明你还是不被认可。你的世界变成了一面不断映照你匮乏感的镜子。而当你开始练习放手，当你安住在我好或不好都没关系的中性状态时，你的现实滤镜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你不再只盯着那个你想抓住的唯一的可能性，你就为那剩下的上千万种你从未看见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大门。你可能会突然注意到一个以前从未发现的商业机会，你可能会在一个转角遇见一个跟你频率相同的新朋友，你可能会从一本旧书里读到一句完全点醒你的话。现实本身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允许自己看见什么。这就是放手最究竟的魔法。它不是在改变外在的世界，它是在重设你感知世界的作业系统。当你的内在改变了，你的外在不得不随之改变。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希望能继续看到我分享更多这类能真正转化生命的智慧，请务必点赞和订阅，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而且你也知道，这类深入的内容存在一定的风险，随时可能会消失，所以现在就把它保存下来，以便反复观看。